叫你让路，听不懂人话。穿过来连口饭都没吃上。听雨楼的规矩。好诗，这顿记楼里的账。看见没？一首诗换一顿饭。你有诗吗？云州城的规矩，银钱是银钱，诗名也是银钱。你有哪样？背诗算不算？好诗能换饭，名诗能换前程。可惜你不像有前程的人。小二，麻烦你。柳公子新作，今日这桌记在楼里。随手写的，无名之人也敢往文士堂里坐？送出去，别扰诸位雅兴。既然不服，以堂前春柳做一句，成了我替你付饭钱，不成自己出去。会做个屁！行，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2月春风似剪刀。这是你做的？偶得。偶得？如此全篇浑然一体，你说偶得？林公子，方才小店眼拙，面马上来，再切半斤酱肉。不是说我不像有前程？嗨，小老儿哪看得出来？林公子这诗一出，今日这桌记楼里的账。我先吃饭。林公子，我家明日春宴，大小姐最重诗格，二小姐最爱新奇。这首咏和春宴的题，公子若有胆，明日可往神府一试。林兄，明日赵承安赵公子也会到。赵兄最厌无名之辈哗众取宠，这帖子拿着可不轻。背诗能活命，验过了。公子这帖子从何处得来？他就是听雨楼那位，看着不像能写出那句诗的人。一首诗便能进神府，如今才子这么好做。帖子无误，大小姐请来的客。小的眼拙。昨日那首咏柳，沈福说是你写的，见的是哪处柳？听雨楼窗外的柳，雨刚停，我饿得眼前发黑。偏那枝柳还绿着，像春天没把人全忘了。饿极时还能见春意，倒不像随手拼凑。给林公子设一席，末席也要是客席，不可怠慢。姐姐，他就是写那句诗的人。看着不像才子，倒像刚从雨里捡回来的。二小姐眼力好，我昨日的确差点被雨捡走。有意思，比那些一碰就要吟半首酸诗的人强些。这位便是林兄，昨日一首咏柳，令人难忘。赵公子过誉，好便是好。云州文会若连好诗都不认，那才叫笑话。不知林兄师从何人？家贫，读过几本旧书，谈不上师承。往日可有诗稿流传？没有。昨日之前，可有人听过这首咏柳？没有。无师承，无旧稿，无见证，偏一出手便是绝句。林兄这才气，倒真叫人不敢轻信。不如便以望春楼残句为引，或续一句，
或另成一篇。这不是登鹳雀楼。林兄若真有才，也好让诸位再开演一次；若只是偶得一句，也不必勉强。你不是看得很认真吗？林兄，茶都凉了，续一句总不难吧？若昨日那首真是林公子所作，今日想来也不会怯场。残诗无人能学，正好是才。也罢，林兄出来，不如先听听诸位高见。遥看万重秋，秋色入目，倒也清远。独怜前代愁。现在似此山头，此句收住千里之目，正合题意。林兄觉得如何？你方才看得那么认真，不会真只是看热闹吧？二小姐想听真话？哼，废话。真话不大讨喜。这里讨喜的人够多了，不差你一个。林兄久不落笔，是觉得诸位续得不好，还是自己也无从下笔？前两句天地已开，日落山尽，河入海流。此时再写万重秋，只是把同一扇门推两遍。第三句势头正起，要穷千里之目，心胸还在往外扑。忽然说回一人一愁，前头撑开的天就被你一把扯矮了。欲穷千里目不是近处，是往上走之前的一口气。你把它按在山头，路便没了。林兄眼力不俗，只是赵某不明白，既看得这般透，为何不肯落成一句？无名旧句，不知手作何人？今日我补一句，明日有人拿旧稿来问，我该如何自证？确有道理。无主残篇，贸然署名，容易生事。赵公子，林公子不肯妄续无主残篇，未必是妾。沈姑娘说的是在下急切了。县城诗会将近，题目公开，见证齐全。林兄若有兴致，不妨再让云州诸生开演。赵承安，你还没完。林兄有才，自该见于大场。公子，诗会胜他未必容易。可查他的诗从何处来，未必难。那便查。慢。诸位既还在议论，何必急着遮？残诗数月前便有，提过的人不少。若听过旧本，自然不好当众认。林兄既能断人高下，何不也让诸位看看何为真正收束？赵兄是想听一句诗，还是想听一句供词？林兄多虑，今日春宴只论文采。残诗无主，强人署名，有失文会本意。今日若论，只论诗意，不论归属。沈姑娘说的正是，不署名也可，只论一句。诸位听清了，此句若成，只算我今日补句。壁上旧墨何人手作，我不争，也不敢争。若有人来日传说，也请记准，我只补气脉，不争旧墨。更上一层楼。原来如此，第三句真不是少，是起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这句竟真接上了，也就勉强配得上。好句，林兄才思敏捷，赵某佩服。林公子补得这般浑然，莫非早有全篇？今日我只补一句，不认一篇。
诸位若记，也请如此记。旧墨归属仍旧未定，今日诸位所见是补具之才，不是争旧墨之名。你明明会，方才偏憋着不说，是不是故意吊人胃口？二小姐高看我了，我只是怕麻烦。越不认，越有文章。如何？公子诗才压他难，那便不压诗才。查来处，永柳原稿，查残尸最早传抄之人，查入城前后行踪，查去查。是。林公子近日诗名正盛，外头有些闲言碎语。公子若心中坦荡，何不当场再作一首，以堵悠悠众口？补一句未必有全篇，永柳来的蹊跷，不认全篇便是心虚。是啊。诸位说我偷诗，至少先说清我偷的是谁。这不过是众人疑心。哪一日？林公子何必咄咄逼人？哪一处？哪一人？哪一卷稿？若只凭一句像是见过，云州城里人人都能审诗了。今日我做一首，明日诸位再说来处不明，我是不是还要做第二首？读书人相互切磋，何必把话说得这般难听？切磋要题目，质疑要证据，两样都没有，便不是文慧，是赶集。诸位若真替文坛担忧，不妨先忧一忧，谁在拿文坛当棍子？听说那首《咏柳》是从外地抄来的。是啊，听说如此。偷诗贼，偷诗罪，偷了好诗不敢认。太整齐，不像闲话。林公子，诗才是一回事，诗名又是另一回事。比如我不争旧墨，会被说成不敢认。你既然知道，便更该小心。望春楼捕尸当日的指尖，在场名次、审府账簿已封存。多谢沈姑娘。县城诗会若去，记得当场落墨，留底，留见证。别人递来的笔墨纸案，能不用便不用。林公子，诗好是一层，能守住诗名又是一层。你走这么快做什么？拿着，不是给你的，是怕你冻坏了。县城诗会没人给我看热闹。二小姐是盼我露馅，还是盼我别露馅？别输太快。那我尽量多撑几轮。谁跟你说笑了？赵承安不是输得起的人，还有那个钱师爷，眼神像算盘珠子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题目干净，便去。哼，你这人越穷越爱讲究。府城人最爱灵犀名题，你现在若答不上，去了也是丢人。就庭前这株柳，别用你那首咏柳。雨洗石阶侵入骨，风拂斜柳不胜衣。勉强能听。能过二小姐这一关，林某安心不少。谁给你过关了？府城那些人可不会像我这般好说话。驾到！正厅来了送帖的人，走。闻云州新才林彦州近日诗声益盛，府城诸公愿于文宴之上共赏新作，亲见落墨。林公子才名虽盛，可流言未息。若沈家带他赴府城，席间生变，沈家也脱不开干系。府城文宴不比神府小会，那里问的未必只是诗。赵承安不会等他到了府城再动手，请帖既到，风声必然已经先到，人家都期到门前了。沈家若先怕了，岂不是替那些流言作证？明珠，不可意气。不去，流言会说我心虚。赵家在暗处编故事，编到最后，假的也能长出影子。去，府城明士会逼问来历，赵家也许早有后手。可文宴上有更高规格的见证，能把暗处的质疑逼到明处。他们想让我在众人面前露怯，我若躲了，便是替他们省力。既然都要见证，那便去最大的地方见证。赴宴可以，但纸笔草稿见证一样都不能疏忽。你若去了府城还丢脸，我可不替你说话。
不过谁敢无乱泼脏水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。既然府城要看我当场落寞，那便让他们看。府城诸公见过的才子不少，林彦州若真去了，倒要看看他凭什么站得住。敢不敢，不由他自己说。若他又写出好诗呢？那便问他：何处先写？何人先见？何稿可证？人可以晚到，风声要先到府城。路上别出岔子。匣子不急着开，府城那些人最爱自己猜。望春楼那半首，听说早有全篇在外头传。寒门少年骤得绝句，师承又查不明，未免巧了些。望春楼那日的见证和卜师纸页都在这里，随车不是人，不到该拿出来的时候，谁也不许动。去府城赴宴，不是去踏青。府城文宴规矩严，有人递纸笔，不要接；有人问就坐，不要急着拿。落墨必须有主事、旁证、抄录人同时在场。草稿不可弃，废纸不可离手。落笔前验纸，落笔后请封存。听着倒像那么回事，真到了席上被人盯着，可别等。怕倒是怕，只是怕他们准备的不够好，白跑一趟。少逞强。林彦州无师承，却能一夜扬名。听说那残诗早有全品，只是县城没人敢说。正因为没见过，才容易信故事。街边争赢了没用，席上有人记下才有用。他今日怎么不像从前那样乱咬人了？会借刀的人，不必自己先伸手。林公子，今日若有就座，也可先登记。今日赴宴，只带人来，不带就座。倒是谨慎。林兄今日来得着的正好，府城诸公等你很久了。凡落墨者，需登记名姓、籍贯、师承。诗稿由本人书写，旁证潼关，抄煞入册，主事封存。云州新才林彦州既已到席，今日正好亲见落墨。既然诸公要看，慢。名册。师承。无正式师门。无师承。旧稿来处。无旧稿。无师门无旧稿，却一出手便补望春楼残句，天底下还有这等便宜才名？我今日当众落墨，不带旧稿，自备笔囊，封扣未破，可当众验看。落墨之后，原稿封存，抄商你入册。既然集席验才，题目也该集席。今日文宴设在临水名园，不如便以登楼临水为题，五言绝句，集席成찬。林兄既有补残句之才，区登楼落水，应当不难吧？题可出，规矩也可立，但是未落墨之前，先以偷旧论失了文会体面。所以今日便请林兄用诗说话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啊！他写的不是水榭，是登高望天下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四句之中，气效层层拔高，好一个更上一层楼。好诗，这等气魄，岂是水仙小景能困住的？赵公子方才说区四句不难，确实不难，是吧？
只是好事更要问来处。若无旁证，我也不敢坏文慧雅兴。今日入席前，后常曾收一只蜂蜡木匣，匣中或有旧稿，正与林兄此诗有关。小人钱和替赵家整理旧卷，此匣今日未开宴前送入后场，由文会管事验封收存，小人不敢妄断，只请诸公一验。来源何处？听雨楼旧残稿一册，后经旧馆传抄。匣中残页入赵家之前已有2见证，牵涉望春楼捕具风波，不敢私藏。此匣却在林公子落寞前收存，封蜡未破。前2句一字不差。林公子，你方才写得如此顺手，原来不是胸有成竹。后2句自然精妙，可若前2句本非你所作，补得再好，也不能冒作全诗。一张破纸，谁知道哪里来的？小人不敢说铁证，纸墨折痕、传抄见证，皆可由文会慢慢核验。既有旧稿在前，此人不该再坐席。诗好不能不认，来处有疑也不能不查。顾老先生公允，今日若当场定罪，太急；若一味称才，也不服众。3题。林彦州若过不了，今日逐出文宴，望日楼补诗于此篇新作已被列仪。若他过了，今日新稿入文会朱印封存，旧残稿也需公开验源，纸墨封传抄见证，一项不许少。晚辈无异议。 3题，我接。疯子。 此题由眼前风物而生，总不能又说旧稿里早有吧？第1题，取眼前孤意，不得拖延。直。红绡入水作孤帆，一夜穿灯过画栏。满座喧声留不住，中流独饮向人寒。 此非死辈，红绡方入，喧声留不住。写的不是舟，是人。不是说现场题最公道吗？现在怎么没人吭声了？第1题算过。风过残荷。顾老先生，小人有一句话：刚才匣中旧页未进取，夹页里也有残荷、照水数语，未必后意，是否当众一验？若无相似，自能灵验光子清白。 风入残荷，灯照水，一痕明。一题相似是巧，2题皆似，便不是巧了吧？旧稿未验源，便只能列疑，不能定罪。若每出一题，钱师爷都能从匣中取出恰好相似的旧页，疑的未必是林公子，或许正是这匣旧稿。他做得出，你们说他背；他做不出，你们说他假。今日不是验才，是定罪。第3题换个法子，第3题无题，不给景，不献物。 但不得借旧稿据眼。既然不得借旧稿据眼，请主事先将匣中已出现的据眼当众唱明，免得我写完以后多出一篇旧纸。逐一念出：灯朝水，寒江明月，月焰影晚波，旧亭。若事后再添，不得反压今日第3题。微台举目皆朝空，万里山河入报中。莫道沉云能蔽日，深登绝顶自重重。 莫道沉云能蔽日，深登绝顶自从容。这回你们再翻旧纸啊！取朱印，旧残稿公开验源，纸墨折痕、封条、传抄见证，一项不得少。 顾老先生，太傅府有帖。府城文宴能定一时喧哗，定不了天下失明。3日后，太傅雅集，带上今日朱印新稿。旧残稿最早流出处，未必在赵家。其中一处封蜡、朱砂成色与纸号，倒像神府内库旧物。不可能！
若真是内库所出，这事就大了。朱砂偏暗，蜡层老，你们现用的印边角完整，纹路对不上。3年前冬，神府废过一枚内库旧印，缺角在右下。缺稿对得上，但正经内库不用废印，有人想让它看起来像神府的东西。这批纸号是2年前入库，可封蜡成色像3年前废印还未收缴前的蜡，纸与蜡年份错了。取废印移交册，残料清点册，各院带领签押。二小姐院中的人却曾带领过一批文房残料，我的人领些纸蜡也能成罪？单独不能，可若有人把废印、残尸、旧蜡放到一起，就能。查春桃屋中。钱师爷不是在造一件假证，他是在把假证拼成一条路。林公子，此事牵涉内宅，我若必就是默认这印与他有关。春桃晚膳后还在，方才说去取热水，人便没回来。找。明珠，外院流言要压住，内院也要看住，能接触文房旧物的人一个不能漏。等证据齐了，外头早把他骂成贼了。清渊姑娘盯账册，明珠姑娘压流言，看住能接触旧物的人，2件事，别混。你倒安排得明白。2日多，不明白就来不及了。所有院门落锁，今晚谁出府，先来见我。春桃，谁把东西放进你房里的？是二小姐吩咐奴婢藏的。你再说一遍。2年前秋末，小姐让奴婢去领废纸残蜡，那枚缺角废印也是小姐让奴婢藏在针线楼夹层里。奴婢本想逃，可良心不安，这是奴婢早写好的供状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沈家还要护到什么时候？你说早已写好，可墨还没干透，折痕处没有旧纸渗墨，它不是早写的，是今晚写的。再看这里，若旧印常年压在夹层，灰尘会有压痕，可油纸包外灰薄，四角干净，像刚塞进去。封蜡碎屑也不对，真正久藏，碎屑该落在折缝和角里，现在浮在最上面。你说从未打开油纸，哪来这些细节？不懂墨却背墨迹，不懂印却背废印。春桃，是谁教你背的？一个丫鬟怕主家乱了分寸，也是有的。证人乱了分寸，赵公子倒一点不乱。切！林公子刚问完，他便死了。毒发太快，不是临时寻死，方才还能被供。毒是回宫前就进了身。人命案不宜由神府私断，林公子若清白，自去堂上说清便是。春桃刚死，你就来替神府安排退路？林彦州何在？有人告林彦州逼死证人，人命案需带回县衙问话。若不给，便是县衙不许当众验物。他若今日被冤，我第一个不认这神府的断案。春桃才断气，你们的状纸何时写的？县衙结状拿人，轮不到你问。一炷香，当众验尸，查毒，查后窗脚印。若证据仍指向我，我自己带锁。林公子倒会拖时辰。赵公子若怕拖，不如替我点香，烧完之前谁也走不了。好，一炷香。若你耍花样，县衙的锁不会再等。是。找个婆子拨开他发髻，所有人看清楚，我不沾他。血点已明，不是方才摔出的伤。他若被我逼得当场寻死，毒从何来？针孔又从何来？法簪。不是他。夜里来往人多，未必相干。命案现场的脚印，你说未必相干，那请差爷写进案卷。县衙见脚印而不录，神府愿作见证，此处痕迹不可抹。既然说是毒杀，那便搜毒。林彦州，
舒挠笔匣遗袖，一样不许漏。舒挠方才一直放在偏案上，中间多少人经过，现在搜，算谁的？你搜得太准了，书卷3册，旧帖2卷，笔匣1支，你都不碰，只取夹层。蜡色偏黄，不是林公子常用松烟蜡，丝绳解法也不对。他书册素来打双扣，这个是关节。沉水香、瑞劳、麝尾兰，寻常香囊不会这样配。赵承安，你香囊里就是这个味道。赵公子身份不同，需另行请示。原来命案也分身份。太傅雅集提前，尸身暂封神府，供状旧印封蜡毒匣一并封存。林彦州代案赴会，在太傅府座前听朕。代案赴会？林公子不是要自证吗？太傅府前，满城文士皆可作证。他们要审命案，他们要的不是堂审，是让全城看着我死。今日雅集提前，不先论尸，先论案。一个连命案都说不清的人，诗才越高，越像道明其事。林彦州，你先解释春桃之死，再谈诗才。既是听众，便要先有证。若只听流言，不如在府门外定罪。你还敢与太傅府讲规矩？正因是太傅府，规矩才不能比县衙轻。政务当众唱明，2次验封，见证人落名，封田是否完整，谁人接收，写清楚。不是教太府做事，是免得日后有人说太傅府听了半桩案。开箱。春桃供状1份，缺角废印1枚，蜂蜡残片3块，毒针铜娘1支。铜匣残香、沉水香、瑞劳、麝尾兰，不是寒门书囊里的味道。神府可封，寒门可锁，赵公子的香囊为何不可验？香气相近，便能定罪。府城贵公子谁不用沉水香？香气不能定罪，却足以入证。赵公子也该避嫌。你把半个神府搅进命案，如今还想把赵家拖进去？够了，林彦州，你既称有诗才，又称此案有冤，便当堂自证。以冤血诗3字成篇，诗中需说清案情，若不能成篇，即刻交府衙收押。旧稿可偷，即系案诗可偷不得。今日我不以诗遮罪，以诗照案。雪压孤舟不掩痕，冤随冷战入书门。诗城未敢遮刀影，没落偏能照蜡昏。匣带异香非客物，结赎封心问吏魂。满堂若听人间案，莫把罗网作天恩。封蜡太何用？丝绳关节太熟。布置此局的人，懂文房封间，也懂冠冕流程。有人在逼太傅府替他定我的罪。此语也请记入听证。太傅令到，林彦州既有诗名，便当场作一首从未听闻的新诗。旧稿不用，残句不用，传闻中已出现之句不用。为防御作，由赵承安先押韵定格。林公子，这一次你可要想清楚再开口。第一韵，闲，既是案诗，春桃之死，铜匣异香，蜂蜡关节，旧稿疑云，至少入其3，且不得直呼冤。赵承安，你押这个韵是求明白，还是怕他太明白？我只是替满堂诸公求一个明白。此题已非诗题，是刑题。赵公子押的不是韵，是命。林公子，香快尽了。赵公子押的是韵，诸位加的是锁。可惜诗若有骨，锁也锁不住。针痕一点透春山，匣底余香入旧寒。蜡心偏作今年色，结赎谁叫力手闲？残边欲把清明锁，满座随巧舌缠。若问孤舟何处雪，寒灯照案自由金。再念一遍，取纸来。此诗不止押韵，是把案卷押进尸骨里了。老夫要抄。赵公子，这一韵押得好，倒替他押出一首好诗。诗是好诗，可好诗未必就是他的诗。堂外钱师爷求见，称有旧稿新证。他还敢来？家祖曾为府学老儒，林公子方才所吟，
家族旧稿中早已有之。集席作诗也能撞上旧稿，林公子，你这诗才未免巧得吓人。继承家藏旧稿，不必看册子也能背。第3句，蜡心偏作金年色。蜡心，旧稿旁有朱点，原作蜡，后改蜡。我写的是风蜡之蜡，腊月之蜡，何来金年色？除非神朝的人不懂案情，只照音改字。更巧的是，你没看册子，却知道朱点在第3句第2词边。入堂至今，你抱卷跪地，卷口朝外，未翻半页，满堂诸公都看着。他说不会有事，说林彦州必死。原稿在赵家书房。疯话！此人受奖胡言，也配无我赵家？既然不可采，那便开赵家书房一验便知。你若坚持，明日入赵府取证；若无实证，便坐实诬陷士卒、剽窃妻民、扰乱雅集3罪。彦州，慎重，这一步可能正是他们要你走的。我替他作保。沈二姑娘的保不够抵3罪。林公子，赵家书房门楣不低，你若敢进，就要想好怎么出来。赵公子，明日可敢开书房？只要太傅府见证，赵家无不可见之物。明日，他连地砖都能换一遍。我现在带人堵赵府后门。赵承安答应得太快，明日你看到的未必是真书房。所以不能等明日。那怎么办？我要看的不是赵家藏了什么，是他们今晚会搬什么。谁最急，谁就会动；谁动，谁就留下痕迹。抓不抓？不抓，抓了他们就说搬书房抄。他带走的不是原稿，是把新稿变旧稿的手。安阁开过。明日赵府开门你不敢等，偏要今夜翻墙，是怕明日搜不出东西。谁敢锁他？搜。既说他偷稿，那便当场验稿。纸面黄，折缝白，外头熏过，里面没吃色。墨还浮着，朱印却压在墨上。藏书印若真在多年之前，墨字该必印。虫孔穿纸边不穿墨字，虫吃纸还会绕着字走。二姑娘，钱师爷跑了，后河码头他把账册烧了。追！够了，这些够咬死赵家。你认得？林兄好手段，夜闯赵府偷稿不成，又烧出一张账页来。林彦州为求脱身，连残页都能伪造，沈家何必跟他同尘？赵公子若直审我夜探赵府，我认。但钱师爷为何携账册出赵府，深夜在后河焚烧？后河码头取证，太傅府外派见证，沈府家丁、船夫、府衙差役皆在，封印未破。纸边胶卷方向与火盆余灰一致，胶层里有后河湿泥灰、芦苇灰。若是我提前栽赃，何必从火里抢？又何必请周监使、船夫、差役一同奉灰？你夜闯赵府，本就心怀不轨，那是另一桩。现在问的是，
钱师爷为何深夜携账错李府，又为何当众焚烧？钱师爷记账，日期居左，物料居中，银数另列，与赵府采树丹行库相同。这里有旧装定孔，不是单叶临时造，墨色渗进纸里，非今夜新写。3月初7黄麻纸对应旧稿纸面熏旧，3月11朱砂印泥对应朱印压墨，3月15冷炭白纸容貌与赵公子香囊春桃案铜匣残香同源，3月17蜂蜡对应赵府暗格蜂蜡屑。赵公子说我今晚伪造残页，那请问我如何在今晚伪造3月的采购？又如何提前知道赵府暗格里有蜂蜡屑？如何提前知道赵府印泥香料与春桃案铜匣同源？赵公子不是最请人作证吗？到了钱师爷这里，人倒只会跑了。赵府确有毁证重大疑点，林彦州与沈氏二女暂不得以同谋论处。林兄赢了半局，这印，他不是府城商号印，也不是赵家私印，京中有些门下外库，采买不走明账。此事不能在堂上再往下说。不能说，还是不敢说。林兄，方才你赢了半局，可你若还要查，便不是查赵家了。你是在承认赵家后面还有人？沈家担得起吗？你们退下，立刻退下！我不退。京中急帖，点名林彦州林公子。选材验帖，残页止于此处。沈氏春贡诗集暂缓印经，沈家女眷声明还需珍重，复验则尚有转还。这是危险。京中给的是路，林兄，残页再查下去，便不是赵家的账了。你真要沈家陪你赌京中贵人的脸面？若林兄真为沈家好，就该承认师作源流有疑，退出雅集。你赴京，沈家尚有转机，你硬查，沈氏春贡诗集暂缓入京，便只是第一步。用沈家女眷明明逼人收手，也叫惜才。赵公子这张嘴，真该供在赵府祠堂，能替祖宗把黑说白。既然赴京，便留下文书，说明师作源流待查，暂退雅集。去执笔。你真要写？朱帖催人向地经，半匣残灰照夜明。长街未必无风雨，寸笔何曾为姓名？莫道高门能锁骨，且看清月不低言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？林兄，文书不是诗，辞行可以，认罪不行。这几行字不宜留在堂上。沈氏女眷既设施政，又有夜探赵府之事，为全名节，须留沈家一女于太府别院做礼教担保。说得好听，不就是扣人做质？清源，若只留一人，能换沈家平安。我留下。姐姐，她要赴京，要带残页。沈家若在后面被人拿住，他还未到京城，路就断了。你这是护他，还是让他们赢？我不同意。此令不是与你商量。我赴京不是拿沈家女眷换一条路。若京中要担保我的诗名行踪诗稿，不可拿女子声名作押，此乃礼法。我的诗名行踪诗稿都可以押，拿女子声名作押，我不认。太傅雅集为证，府城文史为证，以诗行作保，不以女眷作押。林彦州，你那些诗究竟从何而来？太傅明鉴，若诗源不清，所谓诗事作保，不过笑话。第一问，问诗心。你诗中有悲有怒，又不肯折腰，悲从何来？怒从何来？你写不肯折腰，是读过典，还是当真折过腰？折过。
只是没让人看见。第二问，问来历。此前未入府城，未超元会，未仕于门生，尚有2句残诗，你若能续，老夫便再问你一次，从何而来？客后灯将尽，寒江雁不回。不续是心虚，续了更可疑。太傅这一问，真狠。文明之路本就没有白走的。梦中犹有案，醒后更无归。此句未出我袖，你如何梦到？若我说梦中得句，太傅信吗？老夫信不信不重要，金荣信不信才要命。未来之句他也能续得何风？这不是才，是密解之缘。赵公子，老夫问时心，不问临场，不得用典，不借古人，不写山河，只写你自己，写一个无根之人。若写不出，实诗作保，便不必再提。若我写完，太傅便信我？不，老夫只看你有没有资格被疑。来处不可问，醒时已异乡，半生无旧谱，一梦到秋霜。世人争问句，谁肯问孤行？若以诗名先压我胸膛，可疑仍可疑，但才艺是真才，空心之人写不出此等孤绝。他的诗名，老夫今日3问，满堂文日皆正，虚浮之名压不得，真才之名压得。若他逃，毁的是天下读书人今日所见。人可不压，但经不可不负。你以为老夫今日是在难为你？难道不是？老夫要看你有没有资格活着进京。京中要的不是一名才子，是借你的诗名办一场给天下读书人看的局。若我不去，沈家女眷今日不压，明日也会换一种法子被压。残叶会说话，诗名也会杀人。那就让他们在京中等我。戏景贺文，京中掌选才艳那一系的印记，先捧你，替你扬名传诗铺路，等天下读书人都看着你，再拿诗稿源流问你，拿旧案疑云锁你，拿举荐名额压你，最后给你一个门客身份。到那时，你是才子，还是他们案前一支笔？记住，京中真正危险的不是杀你，是用你的诗名困住你。太傅今日开了口，我知道，车坏了，路滑了，香笼乱了，哪一件像杀人？最好让外人都知道，是林彦州强带沈家女眷赴京，才害沈家出事。我要他背着沈家的谢名进京。林彦州，辰时随帖启程任京，诗稿、残页、瓷壶、集帖、素笺一并押送，可有异议？我去，但沈清气、沈明珠也随我至前一宴。胡闹！女眷岂可抛头露面？昨夜京帖要扣人时，他们便不是女眷了。今日我要他们清白见证，他们又成了女眷。若怕串哄，更该公开随行至前一宴。人证、物证、名册、香笼，全在你眼皮底下。林公子好手段，带沈家女子同行，旁人只会说你借女眷护身。赵公子昨夜不是最爱提规矩，今日怎么怕人见证了？前一宴核验赴京人员不假，但随行女眷公开见证合规。沈清官、沈明珠随行至前一宴，不得擅离，不得私见政务，不得扰议程。风您能看到，人却会换，别只看相。这个车夫不是沈家的，下午换的。老刘赶车左肩低，这人右手虎口有魔剑，像长握刀。辰时出城走青石坡，过急弯时车身一震，轴断轮脱，车翻。我现在就去抓人。都抓错了，真正等在路上的人就散了。
车照旧处。你疯了！人不照旧做，香也不照旧放。明日辰时，坏车在前，空着放嫁人。你们坐后车，换护卫衣裳。那青石坡呢？找沈家熟悉山路的人，藏在坡下和湾口，谁等着看车翻，谁就会先露头。我去安排神府旧仆，名单不经阻扰。那个假车夫，我盯。让他以为没人发现。行。人呢？风泥还在，重量不对。女眷呢？主子说一个不能少。乌安吩咐赶的车，昨夜那车轴。闭嘴！找我，还是找这个？你们等坠崖，我等你们开口。口供要快，一程不能停太久。谁派你来的？山匪劫财。山匪会知道正午香风泥，会知道沈家女眷坐哪辆车。赵府常用的鞭法。街头口令。青石石，何影敌。回令。西院灯灭，旧车先行。赵府西院。林公子这是做什么？路上遇匪，不去报官，反来惊扰一城。赵府用香的人多，凭一只囊袋，未免可笑。口令、车轴、香囊，单看都轻，合在一处就不轻了。钱师爷在外管事，若有人借赵府名号作恶，我也会查。查？你先查查自己的脸，白的比供纸还快。这车轴怎么断的？我怎知？你不知？自然不知。那车轴不过是铁箍松了半圈，怎能说是赵家做的？我还没说铁箍松了半圈。你刚才那句话比杀手供词还干净。钱师爷能认买凶，认换轴，认藏香囊，可他认不出你为何知道车轴细节。赵承安，随我们回府城，杀手、人证、物证都在。公子，钱师爷留书未罪，公认是他私下雇人劫证。钱师爷原是我府中管事，他暗中害人，我也是被蒙蔽。来得太快，像早备好的退路。赵承安已录入京中选才宴随行才子名次，人可入京审，不可在路上扣。若他半路再杀人呢？那便请林公子护好政务，也护好自己。就这么让他走？你刚才碰了他的袖口，你放了什么？半夜假张册，真证据不能这么送。那半夜只够吓人，不够定罪。若他心里有鬼，今晚就会去见能保他的人。好言，
林彦州手里像是有账册。重要的是，他的诗名不能落在别人手里。明日京前议宴，他写一篇《清平赋》，写得越好，天下人越信侯府无愧清平。林彦州那人不肯低头，所以要让他知道，笔在他手里，纸却未必由他说了算。你怕账册，我怕的却不是账册。侯爷怕什么？怕一支不肯入鞘的笔。窗外风重吗？林彦州，你还真敢跟到这里。赵公子归得太急，我怕错过好戏。京铁偏院，擅闯者按冲撞随行名册处置。搜他。赵承安，你只会跪碗主子在欺负人吗？你怎么来了？白天你把假账册塞进他袖子，我就跟着了。你又不瞎，我也不瞎。别动！别动！放开他！你要的是账册，不是身家。现在我两个都要。一个寒门才子，写过几首诗，就以为能在京前议宴翻天？赵公子摸得准。我早就什么？题目早就给过该拿的人。选才宴从来不是给你这种人翻身的。这一次，我定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承安，够了，他在套你的话。侯爷，我退下。放人。太傅府门生临行前交代，若有人在议中为难，可持此牌。沈大姑娘来得倒快。太傅作保的女眷，若在前一偏院失了名声，明日选才宴第一桩笑话便不是林彦州。沈姑娘懂规矩，懂一点，所以知道侯府也不能把规矩当刀，想砍谁便砍谁。归城不是刀，是门，门不开，车队便永远在门外。沈家车队入京要名册，要录引，要护送，要验帖，哪一处错了都能停。停1天是核验，停3天是复查，停10练也不过是慎重。明日京前议宴，你做《清平赋》，写得越好，天下人越信侯府无愧清平。林彦州，明日可别写错了。侯爷给你的路，不是谁都有命走。赵公子还是先想想，明日若有人问起题目早定，你该怎么跪？哼，有趣。林彦州，诗名是你的，可明日他要先幸怀怀。林公子昨夜已得题，今日总不会说无从下笔吧？赵公子对提前得题倒是熟门熟路。林彦州，你若照题而作，怀远侯府保你入京无忧，前程无忧。可若你写错一字，沈家车队的录印名册商录便未必还无忧。夫清平者，风不经柳也有归农，苍离疏丰年之数，灯火照万户之安。等等，他的笔还没收。春愁不慌，老幼不惊，官仓有树，民造有烟。
此所谓清平，非王侯独享，非朱门私藏。然清平非无声也。若旧账风尘灯下不许人看，若血痕覆雪春风便称太平，此非清平，乃以锦绣账目以文章示臣。林彦州。拿下他的稿。没了稿，看你还怎么？夫清平者，风不经流，也有归农。苍鹭书丰年之术。你敢借太傅府压我？不敢，太傅未至，也无人替我说话。他们只是读书人，听见好句，想抄一抄罢了。侯爷毁得了一张纸，毁不了已经听见的字。好一篇《清平赋》，诗文可以传，账本也可以传。账本。侯爷，人带到了。他不是走了后河西水道？退场而已，谁说他出局了？沈家车队3次绕行边外，银货不入关侧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沈家通敌之嫌已可平报。林建州，诗名你可以不要，沈家的命你也不要。死到临头还笑。钱师爷，你手里那册子可有侯府私印？钱师爷，你昨夜在西院抄的就是这本。我夜探赵府时换走的原件，封皮折痕处侯府私印，印泥渗进指纹。永和12年秋，军资铁器3000斤，入侯府西院司库，未入兵部册。次年春，同批铁器出边，一马100匹，银货不入关账。禀侯爷，沈家商路3年内从未走过河西水道，钱师爷所念路线是侯府军资运送的旧道。假账，这是侯府在伪造沈家通敌罪证。太傅有令，边关走私案查至侯府军资账目，林彦州所持账册对得上。此案已入刑部，今夜议验，到此为止。林兄，我不是主使，都是侯爷，都是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帅爷，要不要派人跟着？不急，他跑不掉。实名越大，将来越好用。找到了，止吐的，够你喝半个月。再等一刻。茅檐低小溪自斜。你上回煮的那个茶是树叶子吧？那是明乾隆井。树叶子就是树叶子。姐，你歇着，我来。2个月了。你现在是2个人了，不许再端那口大锅。等孩子会说话了，
管这叫什么？叫家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林公子，太傅让我先走，说万一信到不了，总得有人把话带到。你从北边来，走了47天。太傅的话心里都有了，还有别的吗？路上碰到一个人，他知道我要来找你，他让我带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事冠天下非你一人，